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时隔3年，再看张一山和 Melody 袁飞的关系，我才明白杨紫真是精明啊。至此，张一山和美乐蒂燕飞已经被隔离了3年，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一起努力维密。直到官方宣布分居，网友们才意识到他们之前已经在一起了。在此之前，还有一些关于追风的八卦花絮。媒体虽然曝光了张一山的恋情消息，但并不知道这位女士是谁。更何况，吊燕飞向来是无比轻松的，她当时就在媒体上极为突出，所以两人从来没有被拍到过同框。分手的内幕曝光后，同样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而 Melody 燕飞也凭借与张一山的拉长关系圈粉了。热。两人虽然知名度不高，但在媒体圈中也算是比较有名气的明星，而且两人在一起的时间也很长，在圈子里也有过一段时间的恋情。无论如何，两人从来没有承认过，也没有公开过他们的关系，直到美乐蒂燕飞在社交舞台上权威声明她已经和张一山告别后，表露出片面的表情，肯定了谈话的内容。两人一定要见人。这段关系在网友们开始扑朔迷离之前就已经定论了。尽管 Melody 袁飞已经报道了分居，但在此期间，袁飞仍然被众多网友诽谤和粗暴对待。自从张一山以童星身份亮相以来，他在媒体上一直与杨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少网友都对他们两人有猜测，认为张一山和杨紫应该会面。众所周知，当网友大呼张一山和杨紫在一起的时候，他和燕飞是有感情的。而在 Melody 燕飞断言之前，当时就有媒体报道了张一山正在拥抱的网络。可爱的女士在傍晚时分挤了一条街，然后把她带到旅馆约会。应该是因为这样的消息， Melody 袁飞决定发表关于分离的见解。其实也有不少网友揭发了张一山的不同事迹。和 Melody 燕飞在一起的时候，张一山就和出轨有关，但是直到分开，这位女士才说是这样的事情，而张一山自己也不会只是拥有她，所以一直没有真正的木锤。然而，在大部分网友心中，张一山是做不到这样的。综合考虑，他以年轻明星的身份出现，并凭借在有孩子的家庭中的特殊表现获得了大量粉丝。更何况，大众对张一山的印象一直停留在那个时候的那个调皮的少年身上。谁能把张一山的破坏联系起来？更何况，张一山显然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同样是战术世家，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情。媒体曝光后，不少粉丝纷纷表示，张一山的青春频道真的断了，再也无法直视记忆中的流星。再者， Melody 燕飞的说法，大家都说权威声明和张一山断绝了友谊，声明中的今天肯定是个秘密，外界认为张一山是在和可爱的小姐姐约会。在权威声明之前，媒体刚刚曝光了张一山等人的性别不明。两人相处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张一山在大众面前并没有表现出吊燕飞的独特之处。不管他们是否分开，都只是吊燕飞片面的断言，他还没有动静。这样一来，张一山，你会说你是真心关注他吗？对于两人的分居，外界通常有各种评价，但对于张一山和美乐妍飞之间的关系，网友们同样好奇。权力宣布分居后，双方实际上是总体评价。有网友开始关注张一山，也纷纷爆料张一山在深夜约好美女，还开始误判他出轨。宋妍霏的做法也引起不少网友的不满，不少网友开始质疑宋妍霏是不是在利用张一山在娱乐圈的地位以及两人的人气来炒作，以获得大众的好感、注意力。但不管怎样，两人已经到了分手的地步，如今3年过去了，情况大不相同。张一山和宋妍霏都涉足综艺节目，但都没有更多的影视作品。两人早就处于同样的境地，现在却已经过去了。相比宋妍霏，杨紫似乎更聪明。不管外界怎么设置两人，杨紫说和张一山是兄弟，从来没有暧昧过。实际情况是，他们两个是哥们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进入过炒作 CP 的圈子。尽管一直打架，但网友们从来没有质疑过两人的友谊。即使他们被彼此提及，
他们从不让他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而张一山这些年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广大网友更加了解他。其实张一山的演技确实不错，在圈里比一些鲜肉绰绰有余，很多角色也深入人心，但在爱情方面还是稍微谨慎一点就好。31岁的肖照哥越过了神界7大罪孽，依旧是人间之人。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您想要做什么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中世纪著名的西方神学家托马斯在他的《论恶》一书中明确提出了7恶，即傲慢、嫉妒、愤怒、懒惰、贪婪、贪食和好色，即7大罪。这会导致人们变得以自我为中心，损害他们的灵性，并最终导致个人的毁灭。那么这7大罪如果放到肖战的身体里会是什么样子呢？傲慢，指轻视他人，傲慢无底。肖战一开始是吃素的，后来凭借一部古装剧走红，一下子给他带来了名气和财富。如果他在鲜花和掌声、金钱和声望中迷失了自己，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会发生什么？嫉妒是一种怨恨的感觉，因为有人比你更好。娱乐圈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有帅，有金，有福，有财，有实力，有真才，有才见再分支。其中，如果他嫉妒别人的好运，嫉妒别人的才华，献出别人的生命，钦佩别人的家庭背景，如果他花了整个时间，会发生什么？白天眼睛通红，气得发狂。愤怒，意思是狂暴而不受控制的愤怒。世界是不公平的地方，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所以才有了路为马，黑白颠倒的指责。要是肖战面对冤屈谩骂、污蔑讥讽，一言不合就会甩脸让腥风刺耳的话，混蛋手臂会怎样？惯性仿佛是人的标准。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能够很好的了解你在做什么。如果肖战不刻苦练武，不磨练演技，不努力工作，而不是整天懒洋洋的，会怎么样？贪是爱钱，贪是爱吃，是对目标的过度渴望，与自己的力量不相称。俗话说，贪就像一张大嘴，没有是时候满足了。如果肖战爱钱爱物，总合谋少交税，不然怎么占便宜？饕餮，传说中的凶猛饕餮兽，后来衍生为只对贪食暴饮暴食、过度摄食以充饥的鉴别。要是肖战遇到好吃的东西，不吐口水，打了个嗝，还吃到了3碗饭，会怎么样？这很容易解释，通常被称为男人常犯的错误。如果肖战也有同样的爱好，看到一个美女，打算进一步交换感情呢？这世上有2样东西是不能直视的，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人的心之所以如此难看，我想正是这7大罪的无孔不入。如果你是人，你就有弱点；如果你有弱点，你就会找到滋生这7大罪孽的温床。而看着肖战的旅程，赢的机会太多了，而他仿佛一个落入凡间的神明，这一切的污秽和污秽，在进入他之前就被他的阳光融化了。凡人为何能穿越神界的魔咒？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灵魂深处的人间烟火。世间的火与烟原本是指烹调的烟，泛指吃喝拉屎，但如今红衣男女已经把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取向。有火有烟感的人，一定是返璞归真的人。看到好吃的东西，眼睛就亮了；当他们听到有趣的事情时，他们会笑；当他们遇到喜欢的东西时，他们会全力以赴；当他们遇到他们讨厌的东西时，他们会退缩。这样的人最真诚、最纯洁，一派自然的纯洁。就问哪里可以染上尘埃？当同事被搞砸时，肖战毫不犹豫地举起双臂，不让别人伸手去拿食物的筷子。他在俯卧撑中与自己的工作人员竞争，获胜时不忘记去凡尔赛。他穿着一件小背心，摊开他的鸭子，疯狂地比赛他的自行车。哪里能把这样的人和大明星联系起来？这不是我们隔壁的那个男孩吗？有烟熏性格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一只 1.8M 的兔子可以小心地收拾一束红玫瑰，它会穿上围裙，挥动大勺子，在煎锅里做饭。它可以抱着它的猫，在朦胧的午后做一个慵懒的梦。这样的人就像一株新生的蘑菇，在大自然的韵律中尽情释放生命的种子，衍生出对生命的最高礼赞。一个精神不振的人，一定是一个灵魂充满活力的人。他敢爱，就像他的粉丝一样，不花1分钱就为爱他的人分发精美的图画书，
供他们欣赏和下载。他敢恨，就像黑衣人一样，纸质的请愿书直奔法官的角落，没有半点耽搁。他敢打，就跟跳舞一样，不擅长没关系，练的脚趾头掉了也没关系，打起来就好了。他敢做，就跟舞台一样，他是中途之家怎么办？戏台上还是会扯掉一把头发。像这样的人有一个充满活力和坚强的灵魂，一个坚定而执着的目标。实际情况是，你将无法说出你想做什么，你也不必担心你想做什么。你决定往前走的事实，距离一定是地平线。一个火的人是一个温暖的人。他给了助理一把雨伞，告诉他的粉丝不要忘记清理场地，给更需要的人送花。他自己9天就去世了，却静静地对着镜头说：“我刚剪了个头发，抚慰了许多伤痛的心。”这样的人像春风，像细雨，总是给身边的人春天般的温暖和夏天般的烈焰，让你忍不住想要靠近。所以，一个有大地之气的人，眼里看到了城市的喧嚣，耳边听到了鸟语花香，心里想着平凡的生活。他从不将自己置身于大地之上，而是漂浮在空中。那里的世界已经足够美丽，那里有粮油盐可买，那里有朋友，那里有大浪过后风轻云淡的地方。简单而透彻，回归本源。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深知，地球是最值得的，最能抚慰人心的是人情味。但对于肖战来说，天地之气是一种更高级的能力，一种在凡间却心在世外的更广阔的格局。所以，我认为，在年轮上再刻一笔的肖战最大的成就，就是战胜了神界7大罪，而他最珍贵的礼物，就是经历了一切。大海和海洋，但他仍然有一种地火的气息。7大罪考验了他，他已经拍下了7大罪。化腐朽为神奇，让美好延续。喵猪觉得这应该是写给31岁肖战最自发的信息。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